兄弟，千万别考700分以上，清北水太深你把握不住，控分350。喜提本地大专，你的天命白富美就在那里等你。小的说里弹幕预言成真了，这波天的富贵我必须接住。接下来的几门考试，除了选择题和填空题，其他一概随缘。拿来吧你！查分那天，我故作紧张地点开了成绩查询网站。哎呀，我操！350，怎么可能才350分？我爸一把推开我，抢过鼠标，疯狂刷新页面。网卡了，肯定是网站出 bug 了。我妈的脸瞬间没了血色。圆圆，这到底是怎么了？我嘴巴张了又合，一个字也没说。可能是我太紧张了，没发挥好。哥，我那平时默不作声的双胞胎弟弟林楠突然发出了颤抖的声音。我好像考了715分。空气仿佛凝固了，所有人的视线都聚焦在他身上。弟弟像个做错事手足无措。你说什么？我爸的声音拔高了8度。你再说一遍，考了多少？715分。林楠的声音带着哭腔。我好像是状元。接下来，我爸给班主任打电话确认，激动的手机都差点掉了。我妈抱着我弟，嘴里念叨着祖上积德，而我这个家里曾经的希望，彻底成了背景板。是真的，是真的。我爸挂了电话，整个人都在抖。我老方家的祖坟冒青烟了，校长亲口说的，林楠是理科状元。清北招生办的电话都打到学校去了，我太难了。我默默地缩回椅子里，看着被父母簇拥在中心的弟弟，他的脸上是震惊，是狂喜，还有一丝我读不懂的愧疚。林北啊！狂喜过后，我妈终于注意到了被遗忘的我，她的眼神复杂的像一道奥数题。要不申请一下成绩复核？我知道这分数没问题，这是我为了走上人生巅峰亲手铺下的路。我就说吧，他平时肯定是抄他弟的，巧一到大考就露馅，真是个普信男。可不是嘛，以前还装什么学霸人设，现在人设光逼威飞起来。那些曾经的吹捧，如今都变成了最锋利的刀，刀扎在我心上。晚饭时，我爸终于爆发了。我操！你从上学开始，哪次不是名列前茅？高考你给我整活是吧？哎呀，我的老方，你小点声。我妈试图打圆场，孩子压力也大。压力？我爸气笑了。他有压力？那林楠呢？平时成绩那样，这次怎么就成状元了？我看他就是心态出了问题。爸真香！爸，你别说了，我怎么不能说？我这就是故意的，是对我们所有人的不负责任。那滴泪像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我吃完了。我放下碗筷，站起身，声音沙哑：“你站住！”我爸在我身后怒吼：“你这是什么态度？考砸了，你还有理了？”我操！无情！我没有回头，径直冲回房间，砰的一声锁上了门。那些弹幕只告诉了我剧本的开头，却没有告诉我这个选择的代价是失去家人。3天后，林楠收到了清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鎏金的封面耀眼夺目。而我的是本地大专的通知书，同一天，同一个家，却是2个世界。弟弟林楠小心翼翼地敲开了我的门，哥。他手里拿着一份文件，是那封鎏金封面的清北录取通知书。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北京，在那边找个好的复读学校？看着那封刺眼的通知书，我的胸口像是被一块巨石死死压住，喘不过气。不用了。可是，我抬起头，努力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恭喜你，林楠！这句话发自肺腑。虽然我不明白他为何能一飞冲天，但我从没怀疑过弟弟的善良。然而，我还是太天真了。7月底的一天，我路过书房，无意中听到了父母的对话。贝贝他心理医生说，他可能有严重的抑郁倾向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妈妈的声音里满是压抑的哭腔。他以前多优秀的一个孩子，我联系了老同学，可以送他去一个全封闭的寄宿学校复读。但是费用不便宜。那林楠的学费和生活费，当然是先紧着林楠，他上的可是清北。爸爸的声音猛然拔高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。林北自己搞砸了高考，难道还要让弟弟为他的失败买单吗？原来在他们心里，我已经是个失败品，失去至亲的爱比我想象中要痛苦1万倍。与此同时，弟弟林楠开通了社交账号，清北状元的光环让他一夜爆红，粉丝数飞速突破100万。开学前，我收到了父母给的最后一笔钱和1张车票。北北，你自己照顾好自己。我点点头，没有说一个字，拎着简单的行李箱，头也不回地跨出了家门，身后门咔嗒一声关上，像一把铡刀，斩断了我与这个家最后的温情。这里聚集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学生，而我这个高考失利的前学霸，成了他们最理想的出气筒。这不是一中的大学霸吗？怎么混到咱们这垃圾回收站来了？
听说他弟弟是师状元，他自己考了个大专，嫉妒的都快发疯了吧？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装什么清高，还不是个心？我开始整夜的失眠，眼前总是闪回那几行该死的弹幕，他们骗了我，这里没有白富美，更没有什么人生巅峰，只有看不到尽头的屈辱。一个雨夜，我彻底崩溃了。我不知道该去哪，只能在冰冷的雨中漫无目的的走。雨水浇透了全身，我却感觉不到一丝寒冷，只剩下麻木。小伙子，这么大的雨，一个人在外面晃悠什么呢？一个尖锐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，我回头看到3个眼神不善的男人，我心里一咯噔，转身就躲，却因为路滑重重摔在地上。别让他跑了，好不容易等到一个，那边都供不上货了。调好吧。接下来的一切如同恐怖的噩梦，我被他们拖进了一辆面包车，一块毛巾捂住了我的口部，浓烈的味道充斥在我的鼻腔，我的意识开始模糊。求求你们放过我！我的哀求逐渐微弱，在意识彻底消散前，我脑海里闪过最后一个念头，那根本不是什么预言，那是一个诅咒。随即，世界陷入了无边的黑暗。当我再次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正坐在高考语文的考场上，笔尖悬在作文纸的上方，手腕在微微发抖，几行半透明的文字再次出现在我的视野里。千万不要考700分以上，读清北你会很惨的。最好控分考350分左右，读个本地大专，到时候可以遇到白富美，走上人生巅峰。我尼玛！我的心脏几乎停跳，这不是梦，我真的重生了，回到了改变我一生的那个瞬间。这一次，我看清了这些字幕的真面目，他们不是来拯救我，是来毁灭我的。前世所有被欺凌的画面，父母的冷漠，小巷里的绝望，如潮水般涌入我的脑海。还剩15分钟交卷，监考老师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，没有一丝犹豫，握紧了笔，笔尖重重地落在答题纸上。这一次，我的命运要由我自己来书写。走出考场，阳光依旧刺眼，但我的心境已截然不同。林楠还是像前世一样，第一个冲出来，脸上挂着人畜无害的笑容。哥，数学也太难了，最后一道大题我思路都断了，瞎写的，你怎么样？前世他可不是这么说的。还行，别担心，你的分数肯定会符合你的预期。哈哈，我的预期就是及格，及格就万岁了。他的笑声有些空洞，难道真的和他有关？我搭着他的肩膀，和他一起走向家的方向。走吧，回家。这一次，主动权在我手上，无论迷雾背后是谁，我都会亲手把它撕开。高考结束后，我知道700分以上是板上钉钉的事。查分那天，全家再次聚在电脑前。林北，你先来，你是家里的顶梁柱。我平静地输入准考证号，按下回车。我靠，牛逼！723，我到了。妈妈激动的一把抱住我，眼泪掉下来。爸爸也一改往日的严肃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好，好，这才是我的儿子。在一片欢腾中，我转头看向林楠，他的脸色在灯光下白得像一张纸。林楠，到你了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弟弟的手指在键盘上微微发抖，他好像故意输错了一个数字，又删掉重来。房间里瞬间一片死寂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怎么可能？林楠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气恼，但随即被巨大的恐慌所取代。我明明。这不是无奈了？我明明这么努力。我紧盯着他的眼睛，捕捉到了那一闪而逝的怨怒。他恨我。没事没事，儿子一次没考好而已。父母开始笨拙地安慰他，但语气里的敷衍和失望与刚才对我的狂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心中没有半分报复的快感，只有更深的疑惑。录取通知书如期而至，我被大学录取，而林楠则去了本地的一所大专。离家去北京的前一晚，我借口帮他整理行李，走进了他的房间。他不在，书桌上却摊着一本上了锁的日记本。翻开第一页，一行字刺入我的眼中：应急预案启动，实验题已偏离预设轨道。我的手开始发抖，一页页翻下去，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我的生活习惯、学习规律，甚至是我自己都快忘了的童年糗事。你这个小变态！日记本最后一页贴着一张照片，林楠和一个陌生男人的合影，男人穿着白大褂，笑得温和，背景像是一间实验室，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小字：一切为了伟大的进化。我拿着日记本，双手因为震惊而不住的颤抖。我大脑一片空白，耳边只剩下自己肋骨般的心跳。实验体、偏离轨道、伟大的进化，这些词组合在一起，构成了一个我无法理解的恐怖故事。哥，你在我房间干什么？我吓得一哆嗦，手忙脚乱的把日记盒上塞回去，强装镇定的转过身。没什么，看你快开学了，想看看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收拾的。我的声音干涩，连自己都觉得这个借口苍白无力。林楠缓缓走过来，目光扫过书桌，最后落在我脸上。是吗？我的东西一向都是自己收拾的。
他走到书桌前，从书桌上拿起日记本，用手指轻轻拂去上面并不存在的灰尘。哥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你不该看的。他的语气很平淡，却让我从脚底升起一股寒意。去北京前的最后一顿晚饭，气氛诡异到了极点，妈妈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。圆圆，多吃点，到了北京就是大人了，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，学业重可别累着了。我已经给你卡里打了2万块钱，想买什么就买，别醒着，有什么事就给爸打电话。爸在北京也有几个老战友，没人敢欺负你。父母的热情和关爱像针扎的我坐立不安。我下意识地看向对面的林楠，他沉默地扒着白饭，对满桌的菜肴视而不见，他的脸隐藏在阴影里，看不清表情。林楠，你也吃菜啊？妈妈终于注意到了他，但语气里的尴尬和客套让气氛更加冰冷。他要是有林北一半正气，我们至于这么操心吗？开学了，自己去那个破大专报的吧。我看到林楠握着筷子的手，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。离别的站台上，周围上演着不同的离别剧，父母对着我千叮咛万嘱咐，眼眶通红，而林楠始终站在几米开外，像个局外人。我径直走到林楠面前，我走了。他从喉咙里挤出一个单音节，抬起头，眼睛里是我从未见过的复杂情绪。哥，游戏棋局一旦开始就身不由己了。他的声音很轻，轻到只有我们2人能听见。退后，我要开始装逼了。如果棋子是我自己，那我宁愿掀了棋盘。火车的鸣笛声响起，打断了我们之间无声的对峙。我不再看他，转身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。我知道场战争即将开始，我的敌人就藏在某个角落，而我必须把他揪出来。靠在窗边，拿出手机，屏幕上正是那张我偷拍下来的林楠与陌生男人的合影。我不管你是什么伟大的进化，也别想再操控我的人生。我来到了清北，这里的一切都和梦想中一样美好，甚至更好，但我却高兴不起来。那本日记像一根毒刺，深深扎在我心里。那个男人到底是谁？林楠说棋局已经开始，就身不由己，我必须查清楚。这不仅关系到我，也关系到林楠。我掏出手机，屏幕上是那张林楠与陌生男人的合影，男人戴着金丝眼镜，笑得温文尔雅。元哥，干嘛呢？一脸严肃的，拿了理科状元不应该天天开香槟吗？柱子是个自来熟的东北小伙，叫赵铁柱，外号柱子。查点东西。我把照片上传到电脑，尝试用各种软件进行人脸识别和图像搜索，但结果都是一片空白。奇怪了，这人就像是凭空出现的一样，网上一点痕迹都没有。哟，这是找谁呢？看这背景，好像是咱们学校的为民咖啡馆。我立刻放大照片背景，一个模糊的咖啡馆招牌 logo 映入眼帘。柱子，谢了。我拿着照片快速跑到咖啡馆。您好，请问您见过照片上这个人吗？服务员接过手机，仔细端详了一下。有点印象哦，想起来了，这不是物理系的陈教授吗？他来我们这儿特别喜欢靠窗的位置。陈教授，物理系。谢谢，太谢谢你了。我转身冲出咖啡馆，直奔物理学院的大门。我在物理学院的教职工介绍栏里找到了他，陈默，量子物理学教授。照片上的他和我手机里的男人一模一样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我身旁走过，就是他！我的心脏狂跳起来，几乎要冲破胸膛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下紧张，快步跟了上去。报告！我在办公室门口停下，门上挂着陈默教授的名牌。陈默抬起头，看到我，镜片后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，随即又恢复了平静。同学，有事吗？他的声音温和，和我幻想中的幕后黑手形象完全不符，但我知道不能被表象迷惑。陈教授，我是今年的新生林北。我说出自己名字的时候，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，不放过任何一丝变化。林北，我知道你今年的理科状元，很优秀。陈默微笑着扶了扶眼镜，他竟然知道我。既然如此，我决定不拐弯抹角，直接亮出了手机。教授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您认识照片上这个男孩吗？陈默的目光落在照片上，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。他直视着我的眼睛，那温和的目光变得锐利起来。很急了，很急了。你不该来找我。他的声音压得很低，带着一种冰冷的紧绷。更不该，天离原本为你写好的剧本。沉默的话像一记重锤砸在我的心上。剧本，我的人生难道真是一场被提前写好的戏？什么剧本？你和林楠到底在搞什么鬼？那些弹幕是不是你弄出来的？沉默缓缓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背对着我，他的身影在夕阳的余晖下。退后，我要开始装逼了。林北同学，好奇心是科学的动力，但有时也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宇宙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，强行探究只会让你陷入更深的漩涡。这个老六，我真的服了。他又开始打太极，说的每一个字我都听得懂，但连在一起一句都听不懂。你说的我不懂，我只知道现在有人想毁了我的人生。沉默转过身，镜片反射着冰冷的光。毁了你？不，我们只是想让你走上一条更轻松的路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
用毁掉我的前途来让我轻松，这是什么离谱的逻辑？罗姐，现在你只是一个偏离了轨道的变量。我的话说完了，回去好好享受你的大学生活吧。如果你还有机会的话，这是赤裸裸的威胁。我紧握着拳头，指甲深深嵌入掌心。我知道再问下去也不会有结果，于是转身离开办公室。一刹那，回头看了一眼，沉默正露出了一个诡异的微笑。回来后，我在宿舍里烦躁的来回踱步。元哥，你这是咋了？从物理楼回来就跟丢了魂似的，让教授给骂了。比那还糟。柱子，帮我个忙。我坐到电脑前，打开了学校的内部教务系统。我想查查这个沉默教授的所有公开信息，包括他发表的论文、参与的项目，所有的一切。屏幕上飞速滚动着代码和文件列表。柱子是计算机系的，对这些操作轻车熟路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嘿，有了，这家伙可真是个学术狂人啊！发的 paper 比我吃的饭都多。哎，等会儿，这有个有意思的东西。哟呵。他有一个校外合作项目，合作方是一家叫星辰科技的公司，但这公司怪得很，查不到任何业务，只有一个注册地址。地址在哪？让我看看，就在学校东门外不远，叫星辰咖啡馆。星辰这个词让我心里猛地一跳。我想起来了，前世那些弹幕出现后，我曾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超自然帖子，提到过一个叫星辰俱乐部的神秘组织，号称可以帮人实现任何愿望。当时我只当是胡说八道，现在看来不简单。我来到了星辰咖啡馆的门口，线索终于又连上了。这里很可能就是操纵我命运的那个组织的巢穴。我能感觉到门后是一个未知的世界，充满了危险，棋局已经开始，我没有退路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推开了咖啡馆的门，门上的风铃发出一阵清脆的响声。咖啡馆里空无一人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檀香，不像咖啡馆，倒像个古老的书房。一个穿着旗袍的女人正背对着我，优雅地擦拭着吧台上的一个玻璃杯。你来了，林北同学，我们等你很久了。女人转过身，她看起来不过27、8岁，相貌极美，但眼神却深邃的像是看透了世事。我心头一紧，握紧了口袋里的手机。你是谁？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我叫星瑶，星辰俱乐部在清北的负责人。至于这里，你可以理解为一个车站，一个修正命运轨迹的车站。星辰俱乐部果然是他们修正命运，所以我高考时出现的那些弹幕就是你们的杰作。星瑶放下酒杯，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。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引导程序，由你弟弟林南执行。我们本打算让你高考失利，在平庸中了此一生，然后由他来继承你的学霸气运。气运又是这个词，和日记里写的一模一样。夺取气运，你们把人当成什么了？可以随意夺取和赋予的物件吗？哼！不然呢？在剧本面前，众生皆为棋子。可惜你弟弟是个仪式失败了，而你也成了一个出乎我们意料的变数。他的语气轻描淡写，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接着，星瑶带着我走进了吧台后的一个暗门，里面是一个环形的房间，墙壁上布满了发着幽光的屏幕，上面流动着无数看不懂的数据和符号。我尼玛！星瑶随手点开一块屏幕，上面立刻出现了我的个人信息，从出生到现在的每一件事都记录在案，甚至比我自己记得的还要清楚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剧本，每个人的命运在出生前就已经被写好。我们星辰俱乐部的职责就是确保剧本顺利上演。我的天哪！那我考了723分，也是你们安排的？星瑶摇了摇头，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困惑的表情。那是一次意外，一次严重的系统 bug， 你的重生打乱了所有的部署，所以我们启动了 B 计划。B 计划。星瑶指向另一块屏幕，上面是林南的资料，总分那一栏的352分被红圈标注着，旁边还有一个惩罚的字样。既然无法让你落榜，那就从你最亲近的人下手。一个成功的哥哥，一个绝望的弟弟，本该让你主动放弃一切，但你又一次偏离了我们的预期，竟然主动找上了门。我的后背冒出冷汗，原来林南的失败也是他们一手策划的。他们不仅操纵我，连林南也是他们随时可以丢弃的棋子。林北，你是个有趣的变量。现在我代表俱乐部正式给你一个选择。房间里所有的屏幕瞬间都暗了下去，似乎只有一束光打在星瑶和我的身上。要么加入我们，成为剧本的编写者，站在命运之巅；要么作为错误代码，被我们彻底清除。他的声音很轻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，整个房间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。星瑶没有阻止我离开，但他那句彻底清除像魔音罐，让我坐立难安。我鬼使神差的再次潜入了林南的房间。我必须找到线索。在一本物理学专著的扉页，我发现了一张夹着的便签，上面龙飞凤舞的写着几个字：月圆之夜，乾坤易位。乾坤易位不就是日记里写的气运转移吗？我猛地拉开窗帘，一轮圆月挂在天上，就是今晚。我迅速翻到纸条背面，上面还有一行小字：成交3号废弃工厂，以及一串意义不明的数字8686。我迅速用手机拍下，将一切恢复原状。
回到自己房间，我的心脏狂跳不止，独自前往无异于送死。我需要一个帮手，我立刻想到了我的死党耗子，现兼职记者，他爹还是市局的副局长，路子野得很。喂，元哥，这都几点了？3更半夜的，扰人清梦是会遭天谴的。别睡了，起来嗨！我发现个惊天大瓜，年度头条预定那种，来不来？啊，瓜什么瓜？倒数吗？地址发你了，带上你的小电驴，速度。半小时后，耗子骑着他那辆宝贝摩托出现在楼下，我蹑手蹑脚地溜出家门，怀里揣着一部数码相机。哟呵，元哥，你这装备是要去捉妖，还是拍尼斯湖水怪？比那刺激，捉一群赛博妖道。我跳上后座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快走，晚了瓜就让别人吃了。在呼啸的风中，除了重生和弹幕外，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简单说了一遍。夺舍气运，好家伙，我必须得去看看哪个大聪明是封建余孽。废弃工厂周围一片死寂，月光下，斑驳的厂房像一头钢铁巨兽。悠着点儿，这地方可不太平。我听我爸提过，算是法外狂徒张三的指定 KTV 了。我们把车停在远处，借着废料堆的掩护，悄悄摸向唯一亮着灯的主厂房。我们透过一扇积满灰尘的窗户向里望去，只见厂房中央10多个身穿黑衣的人围成一圈，地上画着诡异复杂的符号，而在圆圈中心的高台上站着的赫然是陈默教授。我拿起相机，镜头里陈默手持一个造型古怪的书，嘴里念念有词，而我弟弟林楠就站在他身旁，同样穿着黑衣，手里正捧着一张我的照片。我操！那不是你们系的陈教授吗？他搁这儿搞团建呢，是某种仪式。我死死盯着取景器，连续按下快门。就在这时，陈默猛地高举手里的书，一道诡异的绿光从他手里射出，精准地打在林楠手中的照片上。过了一会，照片开始扭曲燃烧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被活生生抽离出来。这是什么原理？全息投影出 bug 了！突然，林楠的头猛地一转，目光直直地看向我们藏身的窗户。被发现了，快走！我们刚一转身，一个冰冷的声音在我们身后响起：“两位同学这么晚不睡，是来给我们送夜宵的吗？”2道手电筒的强光死死锁定了我们，几个黑影从黑暗中走了出来。为首的那个发出了一声冷笑：“抓活的，老板要见。”3、2，他话音未落，我俩就像安了弹簧一样，朝着不同方向猛地窜了出去。分头追，别让他们跑了！我拼了命的朝摩托车冲过去，身后传来杂乱的脚步声。耗子比我快一步，已经跨上了车。快上车！就在我跳上后座的瞬间，耗子猛拧油门，摩托车瞬间窜了出去。借着后视镜，我看到陈默和林楠站在厂房门口，月光下，他们的脸阴沉的能滴出水来。他们没追上来。那帮孙子是2条腿，咱们是2个轮子，追得上才怪。不过元哥，这下梁子可结大了。回到耗子家，我俩惊魂未定，立刻把相机连上电脑，照片一张张在屏幕上显示。画面虽然有些抖动，但足以看清陈默和林楠的脸，以及那个诡异的仪式现场。哇哦！齐活了！就凭这些，我爸就能把他们一锅端了。这妥妥的非法集会，搞封建迷信啊！我点了点头，心里却有更深的疑问。耗子，你路子野，帮我查一个叫星辰俱乐部的组织，看看底细。小事一桩。耗子立刻在键盘上敲打起来，各种我看不懂的界面飞速闪过。10几分钟后，他停了下来，脸色变得凝重。元哥，这事儿好像不简单。明面上查不到这个俱乐部，但在一些暗网论坛里有提到，他们宣称能通过特殊仪式转移人的气运，专门忽悠那些想走捷径的人。屏幕上显示出一篇帖子，标题是“亲历气运剥夺，我的人生被偷走了”。这上面说，去年邻省有个学霸高考前突然疯了，家人怀疑就是参加了这个组织的仪式。我的脑中轰然炸响，前世那个雨夜，那几个拖我上车的男人，他们可能根本不是普通的人贩子。我的死根本就不是意外。第二天一早，耗子的爸爸亲自带队突袭了这座工厂，但正如我所料，这里早已人去楼空，只剩下地上还没来得及擦干净的诡异符号。小子，别灰心，有了这些照片，他们就成了上了通缉令的在逃犯，跑得了和尚，逃不了庙。我心事重重的回到家，一进门就看到林楠坐在客厅里，他好像一夜没睡，眼睛里布满血丝。你昨晚去哪儿了？他的语气冰冷，像是在审问一个犯人。我反手关上门，一步步向他走去。月圆之夜，前一位完坤一的挺花啊！我掏出手机，把昨晚拍的照片一张张划过。林楠猛地从沙发上站起身，脸色惨白如纸。你居然还拍了照！我收起手机，平静地看着他。我报警了，陈默，还有你，都是通缉犯。林楠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，眼中第一次露出了纯粹的恐惧。他张了张嘴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听到通缉犯3个字，林楠眼中第一次露出了纯粹的恐惧。你不能这么做，林北，你不能！他几乎是扑了过来，但又在离我1步远的地方停下，双手死死地抓着自己的头发，像一头被困住的野兽。你毁了我，你把我的一切都毁了。我看着他，神情没有一丝波澜。经历过一世的生死，这点场面已经无法让我动怒。我一步步朝他逼近。我毁了你，林楠，你是不是忘了到底是谁想先毁了谁？月圆之夜，乾坤易位，你和陈默一起搞那个鬼名堂的时候，你想过我是你的亲哥吗？林楠的脸色瞬间惨白，踉跄着后退一步，跌坐在沙发上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？夺走我的气运，让我变成一个废人，然后你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取代我，成为这个家的骄傲。你根本不懂。泪水决堤而出，混合着鼻涕，让他看起来狼狈不堪。我只是想赢你一次，就一次。你知道活在天才哥哥的阴影里到底是什么滋味吗？他抬起头，布满血丝的双眼死死地瞪着我，里面充满了不甘和怨毒。从小到大，不管我怎么努力，所有人的眼里都只有你。林北考了第1名，不愧是我儿子。林北又拿了奥赛金牌，真是个天才。那我呢？我拼了命考到全班前3，在你面前就只是个还不错。他激动地捶打着沙发，我看着他声嘶力竭的样子，一阵悲凉。那些被我忽略的过往，原来在他心里是这么尖锐的刺。我们本该是世上最亲近的人。林楠，我从来没想过要和你比什么。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放柔了。如果你早点把这些想法告诉我，告诉你有什么用？他猛地打断我，从沙发上弹了起来，像一只被踩到尾巴的猫。告诉你，然后让你用那种悲天悯人的眼神看着我，假惺惺的安慰我几句。你会为了我撕掉清北的录取通知书吗？你会把爸妈的宠爱分一半给我吗？你不会。我被他问得哑口无言。是啊，前世的我或许真的会这么想。沉默在空气中蔓延，林楠的情绪也渐渐平复下来，只剩下粗重的喘息。那些弹幕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林楠抬手用袖子胡乱抹掉脸上的泪水，神情稍稍恢复了冷静，但眼神中依旧带着一丝疯狂的执拗。那是陈教授开发的霍心系统，他说这是结合了量子纠缠和脑波共振的尖端科技，能将特定的心理暗示以文字的形式投射到目标的潜意识里，形成类似幻觉的剧本。他顿了顿，满脸不解地看着我。那个剧本是陈教授根据你的性格数据量身定做的，你为什么偏偏不信？那不是你最想要的金手指吗？我轻轻摇了摇头，没有解释。我不能告诉他，我死过一次，我看透了那金手指背后致命的。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林楠，你被骗了，根本没有什么气运转移，他们只是利用了你的嫉妒心，把你当成一颗棋子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亲眼见过成功的例子。去年隔壁市一个次次考试垫底的学渣，连2本线都够不着，1试之后他就像开了窍一样，真的考了715分，媒体都报道了，说是教育史上的奇迹。他说的振振有词，仿佛亲眼见证了神迹的诞生，眼中再次燃起那种狂热的光芒。我看着他深信不疑的样子，平静地问出了一个让他无法回避的问题：那他考上清北之后又怎么样了？林楠脸上的狂热瞬间凝固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茫然。他后来，他支支吾吾，显然沉默只告诉了他奇迹的前半段。他后来疯了，对不对？我盯着他的眼睛，不让他有任何闪躲的机会。去年我们市的报纸上登过一则社会新闻，一个考上清北的农村学生入学不到半年，就因为精神失常被送回了家。新闻说他是因为无法适应大学生活，压力过大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不，新闻上没说。陈教授说他很好。他当然会说他很好，一个被榨干了价值的棋子，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处理？林楠，你醒醒吧！你以为你能换来你想要的一切，其实你只是魔鬼餐桌上的一道菜，用完就会被扔掉。林楠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颤抖，他捂住耳朵，仿佛这样就能抵挡这残酷的真相。住口！你住口！你什么都不懂。就在这时，门铃突然响了。我走过去打开门，看到2名身穿制服的警察站在门外，神情严肃。年长的警察出示了证件，目光越过我，落在我身后失魂落魄的林楠身上。我们接到报案，你涉嫌参与一宗非法集会，并可能与一桩故意伤害案有关，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林楠的脸瞬间惨白如纸，他看着警察，又看了看我，眼神空洞，放弃了所有挣扎。看着警察给弟弟戴上手铐，我的心里五味杂陈。我赢了这场兄弟间的战争，却没有丝毫胜利的喜悦，只剩下无尽的悲哀。哥，被带出门的那一刻，林楠突然回头，声音沙哑地喊我，他的眼神不再有怨恨和嫉妒，只剩下困惑。那些字幕你是真的看到了，对吗？我对着他郑重地点了点头。那你为什么偏偏不肯听那些话？那条路不是更轻松吗？我直视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顿地说道。因为有些路走上去轻松，但每一步都是在走向悬崖。我的命运只由我自己掌控。
林楠的瞳孔骤然收缩，他缓缓低下头，不再说话，像一个被抽走了灵魂的木偶，被警察带走了。父母接到电话，立刻匆忙赶去了警局。我坐在弟弟的房间里，手中捏着那张从他书里找到的便签，上面除了月圆之夜、乾坤异位，还有那串神秘的数字8686。这串数字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是咒语的编号，还是某种暗码？手机突然震动起来，是浩子发来的消息。我爸说审讯有突破了，林楠那小子心理防线崩了，全招了，还吐出了一个地址，说那是陈默他们的另一个据点。我正准备过去看看，你来不来？把地址发我。浩子发来的定位在城郊青云关后山一处鲜有人知的废弃祠堂，据说几十年前曾有一位痴迷炼丹的道士在那里走火入魔，引火自焚。从那之后，那里就成了禁地，再也没人敢靠近。这地方空调开得够足的啊，元哥，你说这帮搞赛博玄学的，是不是都喜欢在这种阴森森的地方办公，能省电费？我没有心情开玩笑。穿过一片齐腰高的荒草，一座破败的祠堂出现在我们面前，它静静地矗立在月光下，像一只沉默的巨兽，等待着我们自投罗网。通往祠堂的路被荒草掩盖，四周安静的可怕，只有我们两人的脚步声和心跳声。我说元哥，这地方比我高数挂科的成绩单还吓人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握紧了口袋里从家里顺出来的水果刀。他们知道我们会来。祠堂门楣上的牌匾早已腐朽，但借着月光，依然能辨认出永善堂3个大字。永善堂，我看叫伪善堂还差不多，这名字起的真是又当又立，脸都不要了。他话音刚落，那2扇沉重的木门突然吱呀一声，自己向内打开了一道缝隙，一股混合着尘土和檀香的阴冷气息从中扑面而来。自动门，这么高科技的吗？声控的。耗子用插科打诨掩饰着紧张，而我则死死盯着那道漆黑的门缝。这不是邀请，是挑衅。我不再犹豫，伸手推开了门。手电筒的光束划破了祠堂内的黑暗，正中央是一张蒙着厚厚灰尘的供桌，上面摆着铜镜、桃木剑，还有几个贴着标签的瓷瓶，看上去像是某种化学试剂。哟，桃木剑配烧杯，铜镜照试管，这是炼丹还是做化学实验呢？中西结合，疗效好是吧？我的目光却没有停留在供桌上，而是被两侧的墙壁牢牢吸住。手电光扫过，墙上密密麻麻贴满了上百张照片，每一张都是年轻的面孔，有的笑容灿烂，有的神情迷茫，但无一例外，每张照片下面都用朱砂画着诡异的符咒，还用一根红绳系着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布袋。我尼玛！这他妈是什么阴间展览？受害者照片墙！我的光束猛地定格，停在了一张照片上，那是我高中入学时拍的证件照。照片上的我，一脸的青涩和对未来的憧憬。我一步步走过去，感觉双腿重如千斤。8686。照片下方的标签上不仅有我的名字和生辰八字，更赫然写着那串我从林楠房间里发现的神秘数字。我的手剧烈地颤抖起来，伸向那个用红绳系着的小布袋。元哥，别乱碰，这玩意儿看着就邪门。我没有理会他，指尖颤抖着解开红绳，将布袋里的东西找在掌心，是一小撮头发。他们不光是在数据上监控我，还在用这些东西对我下咒。就在我心神俱震的瞬间，供桌后方的黑暗里传来一声轻微的，如同拨弄蒜珠般的哒声。谁在那儿？给我滚出来！耗子大吼一声，将手电筒的光束猛地打了过去。光柱中，一个身影缓缓从布帘后走出，那是个看起来和我年纪相仿的青年，穿着一身黑衣，手里把玩着一把折叠扇。2位不请自来，是想为我这小小的积善堂再添一张照片吗？他的声音很轻，带着一丝笑意，却让我和耗子同时感到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。你是谁？青年手中的折扇唰的一声合上，对着我们遥遥一指，嘴角勾起一个诡异的弧度。在下萧日奔，此地的住持。那自称萧日奔的青年，嘴角挂着一丝礼貌和疏离的微笑，但他的眼神似乎要将我们从里到外剖析一遍。萧日奔，哥们儿，你这名字起的挺有故事啊！一会儿打完了，是不是还得送你条船？耗子下意识的吐槽，试图打破这凝固的空气，但萧日奔的目光始终锁定在我身上。林北同学，或者说8686号实验体，擅自闯入别人的工作场所，可不是一个好习惯。8686就是那串神秘数字，墙上这些照片，还有我的头发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萧日奔优雅地打开折扇，轻轻扇动，仿佛不是在阴森的祠堂，而是在某个夏日的茶会。哦，那些只是一些小小的信标而已，用来校准剧本的运行轨迹。毕竟像你这样珍贵的天命之子命格，一旦偏离轨道，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他的话语轻描淡写，却让我感到一阵恶寒。我弟弟林楠呐，你们把他怎么样了？提到林楠，萧日奔的扇子停顿了一下，脸上露出一丝惋惜。他作为一个引导程序，性能实在不合格，任务失败，现在正在后台接受系统重装，你很快就能见到他了。他侮辱性的言辞激怒了我，不再废话，一个箭步冲了上去，一拳挥向他的面门。
渊哥，然而我的拳头在离他还有半米的地方，就像打在一堵看不见的墙上，再也无法寸进。你看，这就是凡人的局限性，总想用最原始的方式解决超出认知的问题。他从袖中取出一个补补的青铜铃铛，在指尖轻轻一摇，叮的一声，尖锐的音波像钢针扎入大眼前，瞬间一黑。那些被我压制下去的弹幕幻觉再次翻涌而出，这一次上面的文字扭曲成了无数对我狞笑的鬼。我痛苦地抱住头，单膝跪地。你对他做了什么？耗子见状，抄起身边一根腐朽的木棍就砸了过去。萧日奔看都没看，只是反手一挥折上，那根木棍就被打飞，砸在墙上。他另一只手则从袖中甩出一道黄色的符纸，直奔耗子的面门。既然来了，就都留下做个伴吧。那符纸速度极快，眼看就要贴在耗子额头。耗子，小心！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猛扑过去，将耗子推倒在地，躲开了符纸。黄符却正好贴在了我的那张照片上。只听滋啦一声，照片和布袋在一瞬间同时燃起一股惨绿色的火焰，顷刻间化为飞灰。也就在那一瞬间，一股远比铃声强烈千百倍的剧痛猛地从我心脏位置炸开，瞬间传遍全身。我眼前一黑，彻底失去了知觉。元哥，你醒醒！在我意识的最后，我看到萧日奔第一次收起了那副玩世不恭的笑容。他走到那片焦黑的墙壁前，伸出手指沾了一点灰烬，放到鼻尖清嗅。他真香！摧毁信标竟然能直接伤害到本体，有点意思。他转过头，看着倒在地上的我，眼神中充满了科学家发现新物种般的狂热和兴奋。看来这个实验要比我想象的有趣多了。我的意识从一片混沌的剧痛中挣脱，缓缓睁开眼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古色古香的木质屋顶，空气中飘着淡淡的药草和茶香。元哥，你醒了，吓死我了！耗子憔悴的脸凑了过来，眼眶深陷，布满血丝。我挣扎着想坐起来，却感觉胸口空落落的，浑身使不上劲。别乱动，你中了毒，需要静养。一个清冷的女声传来，我转头看去，一个穿着素色长裙的女子正坐在旁边，手里端着一碗还冒着热气的汤药。她就是耗子通过他父亲的关系连夜请来的医生林青。元哥，青姐是我家认识多年的朋友，是医学方面的专家。她说我们从进祠堂起就中毒了，那毒会产生幻觉。萧日奔，他想研究我。哼，他想图谋的估计更大。你未来很大概率会成为国家需要的科技人才，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完美实验体。现在祠堂被发现，我们必须赶在他之前找到他的新据点。永善堂，他一定还在那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当我们再次踏入那座破败的祠堂，里面竟然一尘不染，仿佛之前的混乱从未发生。萧日奔正站在供桌前，背对着我们，擦拭着一把折扇。我猜到你们会回来，毕竟好戏才刚刚开场，观众怎么能缺席呢？他转过身，脸上挂着那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微笑。萧日奔，收手吧。来吧，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艺术。他走到供桌后，轻轻一按，墙壁上露出一个暗门。门后是一间更小的密室，墙壁上贴满了符文。密室中央，林南正双目紧闭地坐在阵法中心，脸色惨白，额头上贴着一张诡异的血色符纸。林南，我怒吼着想冲过去，却被林青一把拉住。别冲动，他旁边的贴满的符纸上有毒，而且进了迷药，你进去只会加速他的生命流逝。就在这时，我心脏猛地一抽，剧痛让我几乎跪倒在地。看到了吗？这阵法可以慢慢消磨你的意志，但你的抵抗实在超出了我的预料。那个祸心符对你居然完全无效。原来那些从高考考场就出现的弹幕，就是恶心的祸心符，让我产生幻觉。放了我弟弟，你的目标是我。别急，马上就轮到你。他从怀中掏出一个紫檀木盒，缓缓打开。既然温和的手段不管用，那我们只能来点直接的了。萧日奔拿出一把锋利的小刀和一张诡异的符纸。你要干嘛？警察已经到了。萧日奔没有理会他，拿起那把小刀，一步步向我走来，眼中闪烁着狂热的光芒。实验体8686，很荣幸，你将成为我最伟大的作品。现在贡献出你的全部吧。萧日奔握着那把小刀，一步步向我逼近。他脸上的表情，与其说是凶狠，不如说是一种病态的痴迷。密室里，林南无意识的呻吟，压抑的让人窒息。别怕，很快就好，只需要你的一滴血，我的研究会得到最完美的升华。他的声音轻柔，像是在情人耳边低语，但我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脊椎一路爬上头顶。我一边向后退，一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大脑飞速运转，
升华，我看不过是比肮脏的买卖，你费尽心机，又是绑架的弹幕，又是不就是想把我变成你货架上的商品吗？我的话像一根针，刺破了他伪装的艺术家外衣。肖日奔停下了脚步，脸上那优雅的微笑僵硬了一瞬，随即转为一种被冒犯的傲慢。商品不，你太小看自己了，也太小看我们星辰俱乐部的事业了。我们不是商人，我们是文明的修正者，是命运的建筑师。而你，林北，是我见过最完美的基石。说的这么好听，那我这块基石在你那所谓的建筑师眼里值多少钱？我试图从他嘴里套出更多信息，果然提到价格，肖日奔的眼中闪烁起一种混杂着贪婪与炫耀的光芒。既然你这么好奇，让你死个明白也无妨。你的命在我们的内部市场上标价8686枚金珠，一个足以让无数成员为之疯狂的数字。8686，原来是价格。你有超凡的智慧，且久药护身，让你逢凶化吉，气运亨通。只可惜生在了这个平凡的时代，而我将赋予你真正的价值。他张开双臂，神情癫狂，仿佛自己是救世主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目光转向面色惨白的林南。那他呢？我的亲弟弟在你们的市场里又值多少？肖日奔轻蔑地瞥了一眼昏迷的林南，不屑地撇了撇嘴。他一个被嫉妒心填满的容器，毫无价值，唯一的作用就是作为引导你这头雄狮落入陷阱的诱饵。它的市价大概够买一块发霉的面包吧。你这丧心病狂的疯子！别急，等我取了他的血，再来处理你们这些碍眼的苍蝇。就在他分神的瞬间，我眼中厉色一闪，我没有逃跑，反而朝着林南猛冲过去。愚蠢！你想和他一起死吗？我死过一次，但这一次我不会再让我弟弟为我陪葬。我冲到林南身边，一把撕下了他额头上那张散发着刺鼻味道的符纸。给我醒来！即便我快速扔掉了符纸，耳边还是发出一阵刺耳的尖笑，眼前光芒忽明忽暗。肖日奔发出一声怒吼，他知道他设的局我破坏了。你找死！他勃然大怒，挥刀朝我背后刺来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我抓起地上的一盏油灯，用尽全力朝他扔了过去。火焰碰到他的飞衣，瞬间呼的一下燃烧起来。肖日奔惨叫一声，他那副从容不迫的伪装终于被彻底撕碎，慌乱的在地上翻滚，拍打着身上的火焰。我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，扶起虚弱的林南，用力拍打他的脸颊。林南，醒醒，看着我！弟弟的眼皮颤动了几下，终于缓缓睁开了眼睛。当他看清我，又看到不远处在火中挣扎的肖日本，他先是一愣，随即脸上露出了极度的恐惧和悔恨。哥，快跑！别管我，都是我害了你。他用尽全身力气想推开我，但已经晚了。肖日奔扑灭了身上的余火，缓缓站起身。他那身黑衣已经变得焦黑破烂，头发被烧掉半边，脸上满是烟熏的痕迹。本来只想取你一点血，现在我要把你整个心脏都挖出来。我被他的气势所慑，一时竟动弹不得。眼看刀尖就要刺入我的胸膛，一道身影猛地从我身旁扑了过去，死死抓住了肖日奔持刀的手腕。住手！是林南，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手背上青筋暴起，但仍无法阻止肖日奔分毫。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恩人的！肖日奔怒到极致，抬起一脚就将林南踹飞出去，弟弟重重地撞在墙壁上，又滑落在地，嘴角立刻渗出了鲜血。哥，快走！肖日奔再次举刀，眼中只剩下疯狂的杀意，我无处可躲，只能下意识地抓起地上的符纸，朝他脸上砸去。我跟你拼了！啊！解药没了，解药刚才被烧毁了。他愤怒地瞪着我，但那僵直只持续了一瞬间。他捂着头蹲在地上，好像陷入了幻觉。找死！你们华国的人就是狡猾。他被彻底激怒。就在这绝望的刹那，密室的石门轰隆一声被人从外面暴力撞开。刺眼的强光手电筒光束猛地照射进来，将整个密室照得亮如白昼。不许动，警察！肖日奔的动作瞬间僵住，我抓住这个机会，一把推开他，转身扶起临金河地上的林南，向门口退去。给我拦住他们，一个都不能跑！他厉声喝道。密室的阴影里突然窜出7、8个黑衣人，手持棍棒，像鬼魅一样拦住了我们的去路。保护我林北哥！炮子怪叫一声，第一个冲了上去，警察们也立刻反应过来，双方瞬间扭打在一起，狭小的密室顿时乱作一团。混乱中，肖日奔怨毒地看了我一眼，转身冲向了密室深处。那里墙壁上似乎还有一个更小的暗门。想跑，我正要追上去，却被林南一把拉住了胳膊。哥，别追了，他留了后路，里面有陷阱。我脚步一顿，回头看向他。与此同时，肖日奔已经闪身进入了暗门，但他那充满恨意的声音却从黑暗中传了出来，在密室中回荡。8686，你逃不掉的。很快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随着他声音的消失，暗门轰的一声重重关闭，暂无声息。警察很快控制了局面，将所有黑衣人都制服在地。耗子鼻青脸肿地凑了过来。
元哥，你没事吧？妈的，煮饭又让他给跑了。我摇了摇头，目光落在林南拉着我的那只手上，低头看着他。这个曾经想置我于死地的弟弟，此刻却用尽最后的力气保护我。原来他们不是我国的人，就是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间谍。我看着那扇紧闭的暗门，心里清楚，肖日奔说的没错，这不是结束，而是一场更大风暴的开始。随着一声闷响，肖日奔逃入的暗门彻底坍塌，将一切线索都埋葬在了滚滚浓烟和乱石之下。警察们冲入废墟，只看到一地燃烧殆尽的符纸和破碎的仪器，空气中弥漫着硫磺和不知名草药混合的刺鼻气。封锁现场，技术队提取所有可疑物证，通知下去，给我全城搜捕一个叫肖日奔的青年，身高1.8米左右，外貌特征极其骚包。审讯室的灯光惨白的没有一丝温度，林南裹着警察给的毛毯，手里捧着一杯热水，身体却还是止不住的发抖。浩子的爸爸，市局的赵副局长亲自主持了这次询问。根据初步判断，这是一个组织严密、利用心理学和药物进行精神控制，并以此牟利的新型犯罪团伙。林南，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们了解他们的核心内幕。我太难了。林南抬起头，空洞的眼神望向我，嘴唇嗫嚅着，似乎在等待我的审判。把你知道的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说出来。我的声音很平静，却带着不容抗拒的力量。弟弟的眼泪终于决堤，一滴滴砸进了面前的纸杯里。是从高3那年一次模拟考之后开始的。永善堂，林南跪在功德箱前，神情沮丧。身穿黑衣的肖日奔如同鬼魅般出现在他身后，手里把玩着那把折扇。少年还在为无法超越兄长的光芒而烦恼吗？林南猛地回头，一脸警惕。别紧张，我不是神佛，但我能帮你实现愿望。你的哥哥身负文昌大运，光芒万丈，而你只需要向他借一点光，就一点点，足够你照亮自己的路。他说，只要我提供你的生辰八字和贴身物品，然后把你的动态事无巨细的告诉他们，就能暂时把你的考试运转移给我。他还说，高考那天你会在考场上看到一些神奇，只要你听话，就能去一个更适合你的地方，遇到你的天命。林南抬起头，眼中满是无法理解的困惑。他明明说这是根据你的性格和欲望量身定做的剧本，你没有理由拒绝，可你为什么？因为我死过一次了。我平静地吐出这句话，整个审讯室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。林南和对面的赵副局长同时瞪大了眼睛。哥，你说什么？上一次我听了那些话，我考了350分，而你715分，是状元。我看着他，一字一句的将那段被尘封的过去撕开。我被爸妈赶出家门，成了人人喊打的废物。他们都说我嫉妒你，心理扭曲。最后在一个雨夜，我被几个男人拖上车，死在了冰冷的郊外。那几个男人应该也是星辰俱乐部的人吧？林南的脸色由惨白转为死灰，他张大了嘴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，身体剧烈的颤抖着，像是下一秒就要散架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不是的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会这样。我只是想赢你一次啊，哥！他再也撑不住，嚎啕大哭起来。我看着他崩溃的样子，心中那股滔天的恨意，竟在不知不觉中消散了大半。说到底，他也不过是另一个被欲望操控的棋子。林北，你说的都是真的。赵副局长震惊地站起身，但他还没来得及追问，审讯室的门被推开，浩子拿着一份文件冲了进来。有新线索了，那几个被抓的黑衣人招了。他们提到，肖日奔只是这个组织的区域负责人之一，在他们之上还有一个更庞大的计划，代号伊甸园。伊甸园，我明白，我的重生或许不只是为了复仇，一场远比我想象中更加庞大和危险的阴谋才刚刚揭开一角。审讯室的灯光下，林南彻底卸下了所有伪装，像一个溺水者，将所有秘密都吐了出来。他费这么大劲，到底想做什么？林南抬手胡乱擦了擦脸上的泪痕，声音因为长时间的哭泣而沙哑。他们说你是百年难遇的纯阳文昌命，是天生的，国之栋梁，这种命格能兴旺3代，所以他们不惜用最极端的方式，把你的命格移植到他们选中的容器身上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封建迷信了，这是一个组织严密、分工明确、以窃取国家未来人才为目的的间谍组织。林南，你虽然是从犯，但念在你主动配合，法院会酌情从轻处理。林南低着头，双手紧紧抓着纸杯，指节泛白。我罪有应得，哥，你还能原谅我吗？他抬起头，满是血丝的眼睛里充满了乞求和恐惧，像一只等待审判的流浪狗。我看着他，心中那股滔天的恨意，在他说出一切后，竟诡异的平复了许多。那要看你今后的表现了。走出审讯室，走廊里的空气仿佛都清新了一些。浩子正拿着一份文件，焦急地等在门口。大元哥，有新线索了！浩子将文件递给他的父亲，脸上带着兴奋和凝重交织的复杂表情。他们的目标就是网罗、控制乃至收割像元哥这样在各个领域拥有顶尖天赋的年轻人，他们称之为人才优化和资源再分配。回到林清那间静谧的茶室，他重新为我检查了身体。
你之前中的毒虽然解了，但你的精力会比较虚弱，下次会更容易被他们的手段所影响。他递给我一个小小的香囊，这里面是我调配的药材，贴身带着，能帮你凝神静气，抵御一些精神层面的侵扰。伊甸园，他们还真敢起名，是准备在里头种苹果树吗？这帮家伙是想成立一个天才集中营。要成立集，他们不是中营，他们是要摧毁我们国家的人才。我看着窗外，脑海里闪过陈默、星瑶、萧日本以及那些隐藏在更深处的黑影。他们将我们这些人视作可以随意采摘的果实。那我们怎么办？萧日本跑了，线索又断了，总不能干等着吧？我摇了摇头，拿起面前的茶杯，一饮而尽。不，线索没有断。我站起身，目光变得锐利而坚定。我要回学校去。回学校？元哥，你疯了！那个陈默教授虽然抓起来了，但不代表没有其他潜在的危险。你现在回去不是自投罗网吗？最危险的地方才是决战的中心，他们不会善罢甘休，一定会再来找我。与其被动防守，不如把我自己当成诱饵，把他们全都引出来。我看向远方大学城的方向，那里将是我的新战场。游戏才刚刚开始，这一次我不是棋子，我是猎人。熟悉的校门在清晨的阳光下镀上了一层金色，庄严而肃穆。元哥，你真要一个人进去？要不我办了旁听证混进去给你当保镖吧？虽然我物理系的东西听不懂，但我可以帮你拎包占座啊！我看着他一脸认真的样子，忍不住笑了笑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放心，我不是去上学的，我是去钓鱼的。鱼儿已经下水，就等鱼儿上钩了。你和你爸那边帮我盯紧了，一有风吹草动，立刻行动。行吧，那你自己千万小心，记住青姐的话，那个香囊千万别离身。那帮孙子不是人，都是披着人皮的鬼，什么下三滥的招都使得出来。我点了点头，伸手摸了摸胸口口袋里那个散发着淡淡药草香的香囊。他们以为我是走投无路的羔羊，却不知道这次回来的是一头狼。我转身，没有再回头，径直走进了校门。我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每一步都可能踩在陷阱之上。推开宿舍门，我的舍友柱子正戴着耳机打游戏，看到我，他猛地从椅子上弹了起来。我操！元哥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你再不回来，我都以为你被外星人绑架回母星继承王位去了。柱子立刻凑了过来，压低了声音：“学校论坛都炸了，说咱们物理系的陈默教授因为搞什么邪教研究被抓了，真的假的？他办公室都被贴上封条了。论坛上说的基本属实。我的妈呀，这世界太疯狂了，怪不得我说呢，最近学校里神神叨叨的人越来越多了。”哦，怎么说？就咱们学院最近突然冒出来一个叫精英共济会的学生社团，神神秘秘的，只说那些学霸或者在某些领域有特长的人。他们会长叫李维，大三的，长得人模狗样的，天天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听说能量大得很。精英共济会换汤不换药的把戏。陈默被捕后，他的量子物理课换了一位老教授代课。课堂上，老教授抛出了一个连他自己都还在研究的前沿悖论，整个教室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被问住了。这个问题确实超纲了，有同学愿意尝试一下吗？我缓缓地站了起来，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我从一个全新的角度，结合前世的记忆和这一世的思考，给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性推论。当我坐下时，整个教室先是死一般的寂静，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老教授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欣赏和激动。后生可畏，后生可畏啊！同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教授，我叫林北。下课后，我刚走出教室，一个穿着得体的青年就迎了上来，脸上挂着热情的微笑。林北学弟，你好，我是大三的李伟。刚才你在课堂上的发言真是太精彩了，简直是振聋发聩。他来了，学长过奖了，只是些不成熟的想法。不，天才的想法怎么会不成熟？像你这样的头脑，不应该被禁锢在常规的课堂里。我们有一个小型的学术沙龙，成员都是各个院系的顶尖人物，大家聚在一起，探讨的都是超越时代的东西。今晚正好有活动，有兴趣来坐坐吗？鱼儿上钩了，好啊，我的荣幸。李维带我来的地方是校外一栋守卫森严的私人别墅，大厅里意气风发的年轻男女聚在一起，低声交谈。怎么样，学弟？我们是天选之人，注定要站在金字塔的顶端。他递给我一杯冒着袅袅白气的茶水，茶水的颜色是诡异的淡蓝色。这是我们的启迪之泉，能帮助我们打开思维的枷锁，看到世界的本源。我接过茶杯，闻到了一股和林青给我的香囊里类似的药草味，但其中还夹杂着一丝几乎无法察觉的甜腻的腥气。林北，你就像一个守着金山却不知道钥匙在哪的孩童，喝了它，加入我们，你将不再是凡人，你将认识新的世界。他张开双臂，神情狂热，大厅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。我看着杯中那蓝色的液体，又抬头看了看李维那张因兴奋而微微扭曲的脸。新世界！我缓缓举起茶杯，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。不好意思。说完，在李维和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，我手腕一抖，将整杯启迪之泉尽数泼在了他的脸上。
你竟敢！他抹了一把脸，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。大厅里原本轻松的氛围瞬间消失，周围那些所谓的精英眼中不再是欣赏，而是冰冷的敌意。把他给我抓起来！不知好歹的东西！既然你敬酒不吃，那就等着被格式化吧！几个身强力壮的男生立刻朝我围了过来，我一步步后退，直到退无可退。也就在这时，一个熟悉又冰冷的声音从人群后方传来。李维，退下！星瑶，她还是那身简才得体的气泡，缓缓从人群中走出，脸上带着一丝玩味的失望。林北，我承认，我还是小看你了。我以为你只是一个有趣的变数，没想到你是一心求死的乱马。你真的以为凭你一个人就能对抗剧本吗？剧本？你们的剧本不就是一本写满了谎言和掠夺的黑心账吗？从沉默到消日奔，再到你们这个所谓的精英共济会，你们像一群贪婪的蛀虫，啃食着这个国家的未来。说的真好听，伊甸园计划就是要将这些最优质的资源集中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。说白了，就是一群见不得光的贼，偷了东西还想给自己立个牌坊。我的话彻底激怒了他，他收起了笑容，眼神变得和毒蛇一样冰。抓住他，用不了就回了吧。就在那几个人即将抓住我的瞬间，我笑了。我猛地掏出柳青给我的那个香囊，用力朝着李维的方向砸了过去。香囊在半空中破开，里面的粉末瞬间与他身上残留的蓝色液体发生了反应，一股刺鼻的白烟冲天而起。我的眼睛！下一秒，轰隆一声巨响，别墅的大门被人从外面暴力撞开，身穿特警制服的警察鱼贯而入，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在场所有人。杜许栋，警察，你们被捕了！混乱中，星瑶试图从后门逃跑，但被早就埋伏好的耗子和我堵了个正着。他看着我，脸上第一次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。你怎么知道？从我进门的那一刻起，你们就已经是瓮中之鳖。星瑶脸色煞白，她输了，输得一败涂地，手铐啪嗒一声锁上。这个曾经试图扮演神的女人，最终还是变回了凡人。1个月后，我在看守所见到了林楠，他剪短了头发，褪去了一身的戾气和浮躁，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高中生。因为有重大立功表现，并主动配合调查，他被判了缓刑。哥，他低着头，声音很轻，对不起。我接受你的道歉，但这句话你应该对你自己说。我看着他，内心前所未有的平静。我申请了复读，我想回去重新考一次，这一次不为任何人，只为我自己。好，我点了点头。隔着玻璃，我们兄弟2人仿佛在这一刻才真正的达成了和解。又是一个新的学期，伊甸园案震惊全国，其背后隐藏的境外间谍组织被连根拔起，而我也终于能安下心来，享受真正的大学生活。我和浩子漫步在未名湖畔，享受着午后温暖的阳光。元哥，你说这事算不算完了？以后不会再有什么天王、盖地虎之类的暗号冒出来了吧？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一条加密短信，来自一个陌生的号码。我笑了笑，删掉了短信，抬头看向远方，金色的阳光洒在湖面上，波光粼粼，充满了希望。所谓金手指，从来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弹幕和预言，真正的金手指是每一次身处绝境时的坚守，是每一次面对诱惑时的清醒。我的命运剧本从现在起才真正开始书写。